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60.97，收盘价是253.8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4.77，最低价是在253.1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9953.99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并且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MACD 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下行。那快线即将下穿零轴，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空头趋势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然后上方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的位置。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一度站上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但在上方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反转向下。那收盘价收在了当日K 线最低的附近。那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当日 K 线的最低还是在5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然后呢，对，那我们会看到当日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同时成交量是略有量增。那在接下来很有可能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一个走势。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63；另外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253。那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股价会出现平盘，收盘价在258.5附近。实际在8月4日股价是出现了下跌，收盘价在253.86。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跌虽然收盘价的点位相接近，但是呢走势是略有不同的。那由于当日的这根 K 线在盘中是出现了上方遇压而反转向下，那因此呢，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对于8月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下行，现在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8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50.5附近，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这将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来说一下理由。那这个低点之后，我们会看到接下来一根 K 线是出现了反弹，然后呢，对，那么再接下来8月4日这根 K 线它并没有跌破8月2日这根 K 线，而是收在这根 K 线的上方。这样一来，连续2个交易日如果没有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呢，那么这根 K 线最低将会成为前低。
所以说目前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前低250.5。那跌破它呢，股价将会继续出现底底低，然后继续维持目前的这样一个空头的短期空头的趋势，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241，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好，那继续下行跌破241的目的，我们会看到前面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前低。那一旦这个最低被跌破，那么股价将会进入到更深度的回档，那也就是第三个目标就是223。实际上下方的这两个目标啊，都是各自缺口的上沿。好，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三个目标：250.5、241和223。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那股价上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是定在273，也就是7月25日这根 K 线最高，它是目前股价上行的一个前高。那股价上行一定是要站上它，因为只有站上它，才能出现头高，去恢复短期的多头趋势，或者我们说叫建立短期的多头趋势。那前一日 K 线的最高，8月4日 K 线最高和7月31日 K 线最高啊，它们都是压力位。站上它呢，不足以建立多头趋势，站上它只能说是站上了这两个压力位，所以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是273，站上它是要重新建立短期多头趋势。那一旦273被站上，接下来的目标当然就是上方的299.29。那299.29如果被站上呢，我们说叫这一波回后成功，会出现再上涨，那么将会继续维持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如果当然我们说想要站上299.29这个位置啊，实际上也是300关口，那么这个下行趋势线和这个缺口将会成为压力。那后续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位置，那就是说会恢复多头趋势，是这个恢复的这个多头趋势是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上涨。对，那么恢复这个多头趋势之后，上方的目标就是314。如果314再能够被站上呢，也就是这个位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大的趋势，站上它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头高，下方有底高。那如果继续再能够站上314呢，将会恢复这一波以来的上涨。好，所以这是我们定义3个上涨目标的理由，是273，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叫300关口，然后314。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和上行。那我们再来看，在8月7日盘中，我们给出一个观察位，是在256。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60附近，也就是前高，它也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一个上限。也就是如果股价能够在它上方运行，会收高；在它的下方运行呢，很可能会收低。显然我们会看到当日是站上这根这个在观察线上方运行呢，上方是遇压而出现了反转向下而收低。好。
好，那么8月7日我们给出的位置是256，我们下移这个水平线。好，256，我们说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我们说为什么要关注256？其实我们除了关注256之外，我们还要关注250.5，也就是这根 K 线最低，也就是我们刚刚分析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这2个位置。那股价一旦要出现反弹呢，我们要看看这个256股价是否能够突破256，甚至是能够在256这个地方得到支撑。如果是这样的话，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遇到压力而出现下行呢，那股价很有可能会收低。一旦收低，我们就要关注前低250.5。对，如果股价在250.5下方运行呢，那么很容易会收低。对，好，所以我们重点观察是256。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由于明天开盘是本周的即将到来交易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好，那对于上一周我们给出的2个位置，2条绿颜色的线，如果收高，有可能会奔向282。如果收低呢，有可能会到达250.5，是这个位置哈。那我们会看到，其实当日的这根 K 线是在250.5这个地方得到了一个支撑，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收盘价不但没有站上5均值，同时也跌破了10均值。好。那么在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那成交量是量缩，所以这样一来呢，股价的反弹的力道是不足的，而且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253.86是跌破了前一周 K 线的最低254.12。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接下来一根 K 线很有可能会下行，或者我们说可能会有新低的出现。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会有反弹，因为这样的一个价跌量缩，也很有可能会导致股价出现一个反弹。对，好，这是我们对当周对前一周2个目标位的回顾，还有对前一周 K 线的一个解读。那么对于第33周，也就是2023年8月7日当周，在周 K 线图当中，我们给出2个目标位，股价反弹的目标位将是266。也就是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在前高附近，实际上它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附近。对，那下方如果出现下行，我们也给出一个目标位，将会回踩到236。好，对，好。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说会回踩到236呢？也就是如果股价下行，现在目前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41附近。实际上在日 K 线图当中，241是股价下行的第2个目标。那么我们认为呢，股价在周 K 线图当中如果出现下行，一定要跌破这个位置。对，好，然后在周中我们要给出一个关注位，就是250。实际上250也是前一周 K 线的最低。那出现这样的 K 线是很容易出现反弹的。
所以如果出现反弹，那么前一根 K 线的最低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位，也就是股价不跌破前低，那么会出现反弹。也就是在接下来一周250.5这个位置会成为一个支撑。如果成为支撑，股价会反弹；如果不能够支撑住股价，那股价很可能会继续下行。好，这是我们对下一周股价走势的2个目标位，上方是266，下方是236，然后在周中我们要关注250.5。好，我们会在周中的日 K 线图分析当中呢，我们会很有可能会回到周 K 线图来复盘。好，这是周 K 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股价在8月4日出现的这个收盘价和这个线形是没有技术上的强反弹和做多的进场点的。对，好，这是对于多头和强反弹。那对于空头，我们来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目前股价开盘之后一定会有空头进场，而且一直到上方的前高265，会一直就是如果股价出现反弹，会一直有空头进场，一直到前高。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68附近，所以这个区域都会有空头进场，那么他们的目标一定是241，甚至是叫做我们认为应该是238，是这个缺口的中线，这是空头目前的目标位。好，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256到257之间。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60到261之间。第三个压力位就是前高265，我们把它和20日均线值268合并，就是在这个区域，这是第三个压力位。那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250.5前低，第二个支撑位是241到235，是下方的缺口。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目前的250.5前低能够成为支撑，就是能够支撑住股价。那如果出现横盘向下，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6，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50。然后收盘会收在251.5附近，对，出现横盘向下。那它的条件，当日的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4，最高上方会到达261，然后收盘会收在258附近。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3的，在这个位置。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